稍顷，峡谷深处的云雾朝着两旁裂开，一名体态婀娜、身着黑色修身长裙的女仙驾着白云缓缓飞来，落在草庐前，坐在那蒲团上。她面容之外挡着少许水雾，散出自身道韵，也称得上是一位高手。此时开口柔声道：贫道截教炼气士，道号石矶，今日特来为各位讲解金仙道。多宝道人慢慢抬头，目中金光闪耀，却迅速地引了下去。袖中的李长寿此时虽然只是指道人在此地，但有多宝道人相助，仙识也倒是能够看清楚这位大名鼎鼎的封神第一倒霉仙。平心而论啊，石矶娘娘姿色出众，皮肤白皙，五官精致，生的也是沉鱼落雁。但是这些在此时并不能够降低多宝道人半点杀意。多宝道人对李长寿传声：这石矶明知故犯，不可饶。李长寿的心底却是一阵嘀咕，石矶娘娘好像也是在原本的封神榜上有名，这一次要不要做一个临时实验，看看能否在封神榜尚未出世时将原本榜上有名的仙人顺势打杀了。仔细想想，李长寿还是打消了这般念头。今日是为了帮截教清理陈珂旧疾，不必节外生枝，还是要稳一手，原则上不干预截教内务。我只是提一提意见，给一些解决方案，不去替截教做任何决定，才是最明智之举。突然间，石矶似乎是心有所感，抬头看向多宝道人所坐的位置，原本轻柔的嗓音也为之一顿：那胖道人为何不看贫道？可是贫道所讲过于浅薄。多宝道人额头青筋蹦起，手指微微颤抖着，当下就要站起来掀桌子。胖！我在洪荒混了这么多年，见过祖龙斗石凤，见过祖巫怼妖皇，见过六圣崛起，洪荒哪个旮旯角没有我畅游于宝物堆中的圆润身姿当然这些都不重要。胖道人，我这是胖吗？如果不是为了在每次跟宝物们亲密接触时，让每一件灵宝与肌肤的摩擦都能有最顶级的享受，我会保持这种身材吗？懂那种躺在宝物堆上，让宝珠在肚皮上弹来弹去的快乐吗？道门大兴至今，就连师尊也只会说一句：宝啊，最近怎么又圆润了一些？哼，什么时候用过这个胖字？多宝道人怒从心起，却又想起自己此时正在挖截教教运被拖累的内幕，忍着没有去发作。当着我的面说胖，那不就是指着玄都大法师说懒，指着广成子问大师兄你上面怎么还有个师兄，指着黄龙说观赏，指着太乙真人说你咋阴阳怪气的？哼，好像最后一个也没什么。忍耐了半个月的多宝道人差点一捅就炸，还好李长寿阻拦及时，用仙识疯狂传声：师兄别这样，师兄，这位石矶仙子是在说您珠圆玉润啊，忍住，只差最后两步了。对，胖这个字啊还有个含义，经常用来形容仙子美貌，像什么月中仙子不及你一半，也可以理解成月色之美你独占一半呢。是雅的，绝对是雅的。小不忍则乱大事，咱们今日是来调查的，并非一定要出手啊。听着心底李长寿仙师传来的阵阵疾呼声，想到此前的约法三章，多宝道人的道心迅速恢复。长庚说的不错，小不忍稍后就少干掉几人。这已经是动了杀意了。李长寿心底轻叹，截教果然是一言不合就开始斗法，最先想到的就是干架呀。但是让李长寿略微惊讶的是，多宝道人迅速露出温和的笑意，顶着伪装过的面容抬头笑道：晚辈刚才还要狡辩吗？莫非是觉得来此地只是为了给自己谋个身份，增添根脚，贫道的道就不值一提吗？李长寿满头的黑线，虽然知道这个石矶此时有可能是心情抑郁，想找个发泄点，但这算了，救不了，等死吧。我还是早早的拿出第二套备用方案，
改变顺藤摸瓜的思路，采取雷霆手段打掉此地团伙，后续将事情彻底闹大，动用整个截教的力量清理门户吧。多宝大师兄那是什么人啊？截教大弟子啊，三教有术的高手。根据李长寿的几次观察，多宝的实力应该是在广成子之上，稳坐道门弟子第2把交椅。若是多宝道人此时爆发，直接显露身份，将石矶在内已经现身的4名截教仙直接打杀在此地，李长寿完全不会有任何意外。大师兄也是要面子的嘛。但是让李长寿有些惊讶的是，这个前辈您恕罪。多宝道人应了2声，面露尴尬，站起身来，对着石矶深深地做了一个道揖，忙道：晚辈刚赶来此地，一路驾云行得急了，心神尚未安宁，请前辈恕罪，恕罪。李长寿暗中挑了挑眉，对多宝道人更增3分警惕。且听，坐好。石矶并未继续多说，如此道了一句，就开始讲述自身修行心得。那些注视多宝道人的目光也尽数收回，各自侧耳倾听，对这次昂贵的听讲大多倍感珍惜。李长寿对多宝道人传声赞叹：师兄当忍则忍，令人钦佩。多宝道人的表情如常，却在心底一叹：刚刚其实想出手，突然想到了石矶也曾在老师座前听到，称我一声大师兄。李长寿也跟着轻叹了一声，并未多说，只是静静等待着。且说这石矶讲道时，倒也会有一些浅淡的花瓣飘出，倒是能够证明这位原本封神大劫之中惨死在9龙神火罩之下的石矶娘娘本身也是有一些道行在的。李长寿清晰地记得，这位石矶娘娘老惨了。在小哪吒的故事当中，哪吒在陈塘关射出一箭，将石矶娘娘的驾前童子碧云误杀。石矶娘娘去找李靖问罪，李靖很痛快的就交出了哪吒。石矶与哪吒斗法，轻松的将小哪吒的乾坤圈、混天绫收了，追着哪吒去了乾元山金光洞。本来石矶见到太乙真人就行了礼，称道兄，好商好量的言说哪吒的罪过，反被太乙真人开团，最后惨死在9龙神火罩之下。简而言之，太乙真人就是石矶娘娘命中煞星。而就凭李长寿对太乙真人的理解，如果故事再按原本的轨迹发展下去，产劫不免一战。拥有出色先下手意识且100%能成功激怒对手的太乙，绝对会先下手为强。不过就当前大劫来临前的形势，李长寿想到了自己一连串的后续规划，这石矶娘娘是否会出现在哪吒的故事之中，当真是不太好说。更何况这石矶能不能活过当前这一劫，都还是未知之数。石矶娘娘这一讲道，转眼就是6个时辰。待日暮西斜，太阳星在这个大千世界之中的投影归于远山，山谷中的云雾也渐渐散开。石矶自草庐中缓缓起身，黑裙褶皱宛若水波一般飘散，面上的薄雾依然未散。因听石矶讲道的缘故，此时有1-20人在悟道状态。多宝道人此时也做出这般模样，身中飘着少许浅薄的道韵，似乎还能有所突破。石矶脚下生云，朝着山谷深处而去，转眼没了踪影。而此时李长寿身上贴着的玉片又带来了远处传声言说的话语。就听石矶对旁人道：好了，今日之事我已做完，稍后若再有这般事，师弟莫要去信寻我了。师姐莫急，我有一言，师姐可否听完再离去？讲吧。石矶的嗓音中略带无奈。就听那截教仙道：师姐，我知你性情高洁，不愿为了灵石宝财为旁人讲道。可师姐，您想啊，您开坛讲道，造福的其实是这些想混个声名的散修，咱们得的是他们所奉上的孝敬，扬出去的是咱们的截教声威。
咱们截教万仙来朝，不在意多几个记名弟子，这就是只有好处之事。哼！石矶轻轻皱眉，柔声道：若你今日招来的都是些真的有慧根、有悟性的炼气士，没有说他们给的好处，我还会信你这般话。此事若让内门的师兄师姐知晓，他们该如何看待？这不是将咱们截教3代记名弟子的身份明码标价，换作灵石？咱们截教的教义是为生灵截取一线生机不假，却非是这般截取。听闻此言，多宝道人暗自一笑，对李长寿道：看来这时机还不算腐朽。李长寿笑了2声，继续听着。那南仙又道：师姐，你这般说其实也有一些不妥。这天地间修行莫非只看悟性？财与地也是重中之重啊。师姐，这里是您这次讲到的一些……拿回去！你在侮辱我！您先打开看看。李长寿的风雨咒总算是捕捉到了少许动静，正是山谷深处也传出的法力对撞的波动。风雨咒又听到了一声有些软趴趴的喝骂：收起你的这些灵石，莫要脏了贫道的眼！告辞！那南仙着急的传声：师姐你莫要着急，是师弟我言语不当，还请师姐莫怪。哎，师姐啊！正此时，山谷深处闪过一抹黑影，石矶驾云而起，面色冷峻，赶向天边，丢下一句：今后莫要再来寻我。多宝道人见状，感慨万千。看来就如老弟你所说，参与此事之人也不能一概打杀，需要区分对待。李长寿也是感慨万千，这天道的收束之力果然厉害。石矶在作死的边缘疯狂试探，最后却能够化险为夷。留着石矶，在合适的时间地点，被该杀的人杀掉，以得出天道想要的结果。天道刚刚对石矶有所影响？李长寿自是不敢确认，他只能够开启空明道心，检查一下自身是否被劫运驱使。长哥，下一步该做什么？李长寿斟酌一二。上策继续隐忍，此地这几人已经做了标记，刘影秋也记下了这些情形，但是说服力明显不足。中策，找一把钥匙，缩短探查摸底的间隔。那就选这个中策，倒是要辛苦这位石矶师妹了。师兄想如何做？还是用此前的说辞就是。多宝道人睁开双眼，自蒲团上站起身来，低头走向山谷之外。长庚先想个主意，将那石矶挽留住，莫要让他离得太远。李长寿沉吟几声，对多宝传声一二。如此，这般。多宝道人听了几句，就是眼前一亮。来时需预伏，走时却是毫无阻碍。出了山谷，多宝道人驾云赶去天外，径直朝那步中瑶的云州船楼而去。待多宝道人距离云州不过1000里，步中瑶与彩瑶已经是在船首等候。某个少门主嘴角露出淡淡的笑意，已经在想着自己能够请一位高明的炼丹师回去，能得自己门主父亲哪般夸赞。突然间，侧旁有一道流光飞射而来，云州上的众护卫尚未来得及做出应对。彩瑶与步中瑶刚刚转身，就见10丈之外凭空多了一抹身着黑衣的倩影。步中瑶抬头看去，只觉得突然现身的女仙身段窈窕动人，威压颇为浓郁，且刚刚先时也见她从那山谷之中飞出。截教高人，石矶娘娘。彩瑶的反应也算是迅速，立刻欠身行礼，高呼：弟子拜见老师。石矶微微一愣，却是不记得自己在何地见过这名不过真仙境的女仙。他轻轻颔首，道一声：劳烦，且在船上为我寻一间净室，待那胖道人回来，就让他单独来见我。此前见他就觉得眼熟，突然想起
我与他师也是故交。彩瑶连忙看向身旁的步中瑶，后者总算是回过神来，对石矶做了一个道揖，连忙侧身坐请，口中招呼个不停。少顷，石矶娘娘选了一处幽静的小隔间，抬手布置了一层层结界，静静坐在木窗前，先是锁定在慢慢悠悠飘来的胖道人身上。不自觉，他额头的细眉轻皱，心底回想起了片刻前听到的那几句话语。就在他离开这一片天地的一瞬，一道仙石突破他身周布置的仙力，突破他的护身法宝，化作传声钻入他心底，正是那胖道人的嗓音。石矶仙子，贫道乃天庭天将，今奉天庭水神人教圣人弟子之命，暗中调查一家仙盟仙道势力是否背叛仙盟，倒向西方教。今日已得出结果，正缺脱身之法，恰好路过此地，想恳请仙子协助一二，待贫道顺利脱困，定禀明水神大人，给仙子重力抽血。此事关系重大，切不可声张，还请仙子先去这方势力的少门主所在云州，凭仙子的身份要一处雅间，我立刻赶去与仙子会合，见面详谈，自知真假。然后石矶就信了，这让多宝道人感觉毫无挑战性，准备下次换成我天庭水神去雅间候着，保不齐还真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